在美國紐約有這麼一個地方，它號稱是所有警察的終點，因為這裡盤踞着一個凝聚力極強的幫派組織。然而，這2個警察卻在追捕嫌犯時誤闖入了他們的地盤。明明是大白天，可這裡卻一個人都没有，簡直安靜的可怕。就當老警們有所察覺時，已經晚了。They need to set up. Come on. 一名警察當場中槍，危在旦夕。小杰连滾带爬地躲過了一劫，可顯然对方並沒有打算停手，他連忙向總部呼叫了支援，接着鼓足勇氣開槍反擊，總算暫時擊退了嫌犯。但由於搭檔頸部失血過多，已經無力回天了。而警察的死也成為了接下來一連串事件的導火索。很快，警局就召開了記者發布會，局長老福下定決心要抓住兇手，整頓比特曼住宅區。但問題是，這裡的老百姓都不敢得罪幫派成員，久而久之就讓幫派愈加囂張。可老百姓反而將如今的局面歸結於警察的不作為。帶頭的居民爆出了一組數据，上個月社區總共發生19起謀殺案，可到現在才抓捕6名兇手，警局的破案率未免也太低了吧？但你瞧瞧老福的高智商回答，他並沒有直接開懟，而是舉了一個恰到其好的例子，比如住宅區的一隻貓被困在了樹上，可消防員到了以後，所有人都不告知貓長什麼樣子，甚至連樹在哪裡都不說。那消防員該如何開展工作呢？社區居民們聽後唏噓一片，紛紛嘲諷老福是在借口推脫。眼見場面一度失控，市長決定站出來講兩句緩和一下。這時下面一名男子詭異的笑了，接着站起身。市長倒地生死不明，槍手也被當場控制，一場發布會竟然变成了恐怖襲擊。好在市长八字夠硬，僥幸活了下来。他對老福唯一的要求就是以和為貴，千萬不要加深和社區百姓之間的裂痕。老福也只能暫時答應了他，先以調查為主。隨後警方審訊了襲擊市長的槍手，原來這小子是個智障，無論警方如何問他背後的指使者是誰，他的回答都是驢唇不對馬嘴。直到小杰得知他對天氣預報情有獨鍾，因為他聽到天氣預報後會變得格外鎮定。原來指使他開槍的正是社區幫派成員，他們告訴男人這是一把玩具槍，就像俠盗獵車手裡面一樣隨便射就行了。接着他說出了指使者的名字，這個人正是幫派大佬卡爾手下的一名小頭目。目前這邊已經有了突破，而另一邊警探雷哥正在調查開槍殺害巡警的兇手，他也查到槍手大概率是卡爾的手下，可一路跟蹤下來卻被擺了一道。一群幫派成員高舉雙手緩緩向雷哥逼近，帶頭的正是大佬卡爾，他撂下狠話讓雷哥放棄調查，少管閒事，還說比特曼社區是他們的天下，幫派生意發展得很快，但是他們從來不搞擴張，還說什麼這是因為尊重紐約警方。雷哥聽後都快要笑噴了，誰他媽給你的勇氣敢這麼放肆啊？打死一個警察不說，還差點幹掉市長，真是覺得沒人能治得了你們了嗎？ Last warning, detective. You need to back off. Backing off is not in my nature. Final answer. Then war it is. 卡爾臨走時囂張地比劃出了一個幫派的標誌性手勢，可他們哪裡知道雷哥是局長的兒子呀？他何時受過這種氣呢？不管能不能抓住兇手，反正氣勢上絕不能輸。這天卡爾正獨自手拿咖啡站在街邊，突然就被多輛警車給包圍了。沒錯，帶頭的正是雷哥。如果從今天開始你小子敢碰警察一根毫毛，那麼你的好日子就到頭了。雷哥就這麼明目張膽的威脅，卡爾竟然不敢回應一個字，臨走時也送他一個手勢。Pick up that coffee cup. 雖然這口氣是出了，但兇手該調查還得調查呀。隨後雷哥決定從卡爾的女朋友身上下手，他很了解這群幫派成員，通常他們的車上都會藏有毒品，可想要搜查車輛必須要有搜查令。女人很囂張的頭也不回離開了，只留下雷哥傻傻的靠在車邊等待搭檔申請搜查令。就這樣過了幾個小時，搭檔總算拿到了這張紙，雷哥立刻前前後後搜查了車輛的所有部件，他恨不得把車給拆了，因為保時捷很多零件都是定制款，所以雷哥堅信車裡會藏毒，果然被他發現了貓膩。門板下藏的這包玩意兒都夠買下一堆保時捷了吧？當然啦，既然有了證據，雷哥馬不停蹄的再次找到了卡爾。雖然沒有辦法證實毒品是他藏的，但是卡爾的女朋友肯定是蹲定監獄了，最起碼20年起步。雷哥本打算故意激怒他，想看看他對這件事會作何反應，可卡爾卻出奇的冷靜。等雷哥走後，他似乎已經有了主意。隨後女人就發生了意外，雷哥還沒來得及將她納入保護性監禁，女人就在監獄被人捅了2刀，多虧她命不該絕。同時這也給雷哥了一個反擊的機會，因為監獄裡向女人動手的正是卡爾的手下，他明明已經替男朋友背了20年的黑鍋，可卡爾還要將自己滅口。女人越想越生氣，最後決定幫助雷哥供出卡爾的罪行。既然警方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据，老福再次召開媒體發布會，但這次不再是一味的妥協，而是派出了一支聯合突擊隊，其中包括刑偵隊、缉毒組、特警隊、搜查隊、掃黑組以及巡警隊。這次警方勢必要將所有幫派成員一鍋端，徹底掃清社區的黑惡勢力。最後在社區居民提供的線索以及舉報幫助下，警方總共抓捕幫派成員97名。這次的事件也為社區法治體系重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可是像卡爾這樣的頭目以及幫派還有多少呢？
警方真的抓得完嗎？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